各位观众，试想一个画面，一位86岁的老人，在原本应该安享晚年、含饴弄孙的年纪，却穿上了一身鲜艳刺眼的红衣，在自己面海的公寓里，决绝地切断了与这个世界的联系。2024年12月4日，86岁的琼瑶在淡水的家中穿上红色的衣裳，亲手终结了自己的生命。就在他翩然离去，留下一封看透生死的遗书后不久，另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却悄然拉开帷幕。他身后留下了庞大的遗产，而他的亲生儿子与3个继子女之间的一场遗产之争悄然展开，鹿死谁手尚未可知。他一生创作了66部小说，大部分被改编为电影和电视剧，整整30年，从台湾到大陆，没有一个角落逃得过他的故事。当年《还珠格格》播出时，全亚洲的电视机同时亮着，他用一支笔点亮了整整2个世代的爱情想象。但是为什么一个才华横溢、名利双收的爱情教母，最终要用如此惨烈的方式画上句号？他笔下写尽了海誓山盟，可为何晚年却深陷继子女的声讨与遗产的迷局？这到底是一场令人唏嘘的家族内耗，还是天道轮回、业力牵引下的必然结局？今天我们就拨开时代的迷雾，用易经与因果的视角，深度复盘琼瑶波澜壮阔却又千疮百孔的一生。易经有云：大衍之数50，其用40有9。上天若是给一个人极高的才华，往往会拿走他生命中另一份额外的圆满。琼瑶出生于战乱年代的四川成都，他偏偏什么功课都不好，只有国文好，甚至经历了联考落榜，在家人眼中，他是那个最失败的孩子。这种学业上的挫败与家庭认同的缺失，为他早年的命理格局埋下了极度缺爱、渴望认同的隐患。一直到他17岁那个情窦初开的年龄，一个叫做蒋仁的男人走进了他的世界。他是琼瑶的国文老师，这份感情在当时犹如一道惊雷。母亲发现后，一状告到警察局，说蒋仁引诱未成年少女，又一状告到教育部，质问师道，尊严何在？最终教育部解聘了蒋仁，他从此身败名裂，连夜逃往南部。临行前，他给琼瑶写的最后一封信，说要找个地方抚平伤口，而这句话后来被琼瑶写进了无数部小说里。17岁的琼瑶因此选择了轻生，幸好最终轻生未遂，活了下来。佛家讲万法皆空，因果不空，这场惨烈的初恋成为了他命运的第一道裂痕。这道伤从来就没有真正愈合过，它埋在他心底最深的地方，种下了他一生对爱情最根深蒂固的信念：爱情值得不惜一切。这也注定了他此后的人生必将为了情志飞蛾扑火，承受常人难以想象的业报，躲过了初恋的死劫。琼瑶的生命迎来了一次重启的机会，但命运的齿轮从来不会轻易放过任何一个带有宿命感的人。为什么一个刚刚在鬼门关走过一遭的女子，不仅没有大彻大悟，反而很快就踏入了一段更加冰冷绝望的因果漩涡？她命运中隐藏的那个劫，到底是谁带来的？一个带着情伤的女人，
是最容易病急乱投医的。琼瑶初恋的伤还没愈合，一个新的男人却走进了他的生命。他父亲的学生庆云，庆云向他求婚时说，与其分在两处各自孤独的写作，不如聚在一起结伴写作。这句话从一开始就偏离了婚姻的本质。他说的是写作，不是爱情。但琼瑶点头了。在这段关系里，琼瑶犯了命理学上的大忌，心不诚则气不顺。婚前他坦白告诉庆云，初恋老师会永远活在他心里，这导致庆云当场暴怒，甚至一度取消婚礼。虽然隔天他又反悔，放话我就不相信你对我的爱不会越来越深，但这已经为这段婚姻埋下了致命的裂缝。婚后的生活远比想象残酷，为了要不要买一个粽子，两人都会争吵。庆云郁郁不得志，怨恨琼瑶抹杀了他的写作梦想，甚至当面刺痛他，如果不是为了上班养活你，我早就已经成作家了。更可怕的是，庆云染上了毒瘾，彻夜不归。每次争吵，他都会用最毒的话攻击琼瑶，说他心里始终有那个人，忘不掉初恋。1964年结婚5年后，事业已经起步的琼瑶决定离婚。母亲对她说，一个坏鸡蛋，你咬了一口知道是坏的，难道还要把它吃完吗？婚姻虽然结束，但留下了一个儿子，随他姓陈的陈宗维，成为了一个在父母裂缝中长大的孩子。这段婚姻是琼瑶生命中的阴波阳，他用5年的青春和隐忍埋下了一个惨痛的教训。但也正是因为这段绝望的日子，把他逼向了命运的下一个拐点。1963年，25岁的琼瑶把自己的初恋故事写成了小说《窗外》。一开始投稿屡屡被拒，就在他几乎放弃时，他生命中最大的贵人出现了，平鑫涛。他是《皇冠》杂志的创办人，台湾文学圈最有话语权的男人。他看中的作家可以一夜成名。平鑫涛的出现彻底改变了琼瑶的一生，不只是事业，还有她的命运。窗外在皇冠连载后一夜爆红，皇冠杂志也因此成为台湾最重要的文学出版机构之一。在那压抑的戒严时代，人们不敢谈情说爱，琼瑶的故事给了整整2个世代一个做梦的理由，这是他极大的功德。此后30年，他笔耕不辍，几度夕阳红，一帘幽梦，情深深雨蒙蒙等万人空巷，短短20年间被改编成超50部电影，捧红了林青霞等无数巨星。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命运馈赠的礼物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。平鑫涛不仅仅是他的伯乐，更成了他的靠山。当时平鑫涛是有妇之夫，他的妻子林婉珍出身富裕，是得奖画家，且育有3个子女。当年皇冠初创的第一桶金正是来自林婉珍的娘家。然而平鑫涛帮离婚带着孩子的琼瑶，在皇冠杂志社对面租了一套房子，亲自送去电唱机，甚至许诺，只要你不停下你的笔，你就负担得起，你将来还会拥有一个你想象不到的世界。林婉珍在回忆录中痛苦地记录，琼瑶曾穿着紧身新衣跑来问平鑫涛好不好看，深夜平鑫涛不归，林婉珍打电话去琼瑶家，琼瑶竟回复，他在我这里打麻将，你要来把他接走吗？甚至有一次2人在乌来山路上争执，平鑫涛把车停在悬崖边抱头痛哭，
让琼瑶等他几年。琼瑶等了整整8年。1976年，平鑫涛用了一个极其荒谬的理由向林婉珍提出离婚。林婉珍坚强，琼瑶脆弱，需要我。1979年，41岁的琼瑶与52岁的平鑫涛结婚。他没有穿婚纱，只在胸口别了一朵兰花。琼瑶终于等到了梦寐以求的爱情，也站上了华语文学与影视的权力巅峰。可剥夺他人的家庭得来的幸福，真的能长久吗？平鑫涛真的把所有的爱和底牌都交给了他吗？那个在暗处滋长了几十年的业力炸弹，到底会在什么时候，以什么样的方式将他苦心经营的世界炸得粉碎？易经乾卦上九爻辞曰：亢龙有悔，意思是事物发展到了极点，必然会走向衰落与反噬。琼瑶在事业上的巅峰，可以说是前无古人。1998年，《还珠格格》横空出世，打破无数收视纪录。赵薇、林心如、苏有朋红遍亚洲，这成为了整整一代人的青春记忆。他用才华打造了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，享受着万人敬仰的光环。但他忘了，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的地基，再辉煌的大厦也如同空中楼阁。佛家说，共业与别业，平鑫涛与他结下了深深的共业。而平鑫涛的前妻林婉珍，以及那3个在家庭破裂中长大的继子女，他们心中的怨与恨，经过几十年的发酵，已经形成了一股极其庞大的暗流。琼瑶以为只要结了婚，最难熬的日子就已经过去了。她万万没有想到，真正的算账从来不怕晚。这股业力的反噬，正等待着平鑫涛气运衰败的那一天。伺机而动，天道轮回，苍天饶过谁？晚年的平鑫涛疾病接踵而至，带状疱疹、前列腺癌、中风，后来又确诊了血管性失智症。那个曾经叱咤风云的男人，开始认不出身边的人，最终因为脑部大面积血管栓塞陷入昏迷。围绕着要不要给平鑫涛插鼻胃管，这颗埋藏了半个世纪的定时炸弹终于引爆了。琼瑶记得平鑫涛曾亲笔写下的心愿：病危时不要加护病房，不要插管，要走得清清爽爽。因此他坚决反对插管，但平家的子女坚决不同意。他们认为医院没下病危通知书，父亲活着比什么都重要。这场医疗决策的分歧迅速演变成了一场全台湾瞩目的公开撕裂。平家子女公开发表声明，撕开了琼瑶最后的体面。身为子女，我们从来都不曾忘记当年自己母亲所受到的委屈与痛苦。如果一段爱情是建立在伤害另一个人之上，那么这样的爱情无论如何并不伟大，也不值得歌颂炫耀。今天我们要当着全台湾的面拆穿你的假面具。各位，这哪里是在真插管？这是林婉珍煎熬50年的伤与恨，在这一刻全部附体反击了。几十年前的夜莺终于开口说话，面对声讨，琼瑶反击：人在做，天在看，不要如此残忍和恶毒。每天都是我在照顾他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最终琼瑶让步，平鑫涛插了管，而他也同时宣布与皇冠出版社分家，收回作品版权独立运营，彻底断绝了退路。
但更伤人的劫难在2019年平鑫涛去世，享年92岁后才真正显现。葬礼后第3天，平家子女送来了平鑫涛的亲笔遗嘱，除了给琼瑶法定的特留分，皇冠出版社留给平家子女，其余财产全部留给3个孙辈。琼瑶愣住了，他在自传中苦涩地写道，自己一直以为夫妻财产共管，糊里糊涂，原来他早就写得清清楚楚。不仅如此，外界曾传出平鑫涛在银行里有2个秘密保险箱，琼瑶不知道里面有什么，而钥匙掌握在平家子女手中。他连问都问不到，据公开报道回无法证实里面的具体内容。他爱了他5、6年，走过舆论批评与私自折磨，最终才发现这个男人的秘密对他是封闭的。据公开报道，琼瑶一生累积的版权费可能超过44亿新台币，但这笔庞大遗产的最终归属至今仍充满争议。这也是第3个夜莺的沉重代价。所有人都在这场爱情漩涡里付出了代价。平鑫涛走后，那个生活的人不在了，琼瑶搬到淡水面海的公寓独居。几十年前名字响彻亚洲的他，晚年一个人坐在窗前看海，没有掌声与镁光灯，这成了他再风光的人生最真实的底色。他亲眼看着平鑫涛插管变成只剩呼吸的躯壳，被死亡拖着走。他清楚自己不要那样的结局。离世前7天，他在脸书写下最后一篇文章，回忆平鑫涛扮北极熊的可爱模样，最后留下一句极具分量的话：你已然归去，我不如归去。他交代好一切，写好遗书，叮嘱儿媳第2天中午来查看，然后在2024年12月4日穿上红衣，安然赴死。在他的遗书中，他写道：我不想听天由命，不想慢慢枯萎凋零，我想为这最后的大事做主。我曾经目睹那种惨状，我不要那样的死亡。他说自己是火花，已尽力燃烧，希望大家不要悲哀，要为他笑，为他高歌飞舞，因为他活过了，不曾辜负此生。琼瑶的一生是不是一个小三？是。有没有破坏别人家庭？有，这是无法洗白的事实。但他用一生为爱证明，也被爱反噬了一生。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，琼瑶的故事给我们留下了无比深刻的警醒：人生在世，才华是福报，但德行才是承载福报的根基。将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另一个家庭的破碎之上，不仅损了阴德，更种下了恶因。前半生借来的运，后半生终究要连本带利地还回去。我们必须学会惜福，切莫透支命运的宽容。琼瑶一生被情字所困，这种对极致爱情的贪念与执着，让她迷失了中道。无论财富多么庞大，一旦深陷贪嗔痴，最终只能换来晚年的孤立无援与内心的荒芜。在因果纠葛中，意气用事的公开撕裂只会加剧业力。平家子女的讨伐与琼瑶的反击，皆是嗔恨心的外化。真正的解脱，唯有修好自己的心，守好自己的口，不造恶业，方能得现世安稳。琼瑶走了，带走了一个把爱情看大天的时代，但天道昭昭，因果不虚。他留下的故事将永远作为一面镜子，映照出人性的幽暗与修行的真谛。愿世人皆能悟，透圆起圆灭，
修得清净自在。